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很多朋友过了50岁以后啊，就会发现自己的老供开始不足了，红色的水啊上不去，慢慢的每天都会感觉头上压着一个大石头，每天头上特别的沉，特别的重，而且自己的注意力，包括自己的记忆能力都会时好时坏。有的时候啊，感觉状态特别的好，而有的时候啊，一下子状态就跌入谷底，这么一下子会持续好多天。思考问题的时候啊，就总感觉脑子当中啊蒙着一层雾，然后想问题啊就总感觉想不透，而自己明明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啊上不去，老供开始明显的不足。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查询各种各样的方法，每天也做一些锻炼，但是发现啊好像微乎其微。那么怎么办呢？今天大伟给大家分享一个道家的绝活，叫做开天门。只要大家跟着我去做，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逐渐的就能把我们的水啊引上去。每天坚持做一次，只要你能够坚持1个月，你会发现整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好了，接下来我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一定要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咱们现在开始讲解动作。开天门这个动作呢，分为2个步骤，第一步咱们叫做引，第2步叫做散。什么意思呢？你看我做给你看啊，咱们首先先把大拇指放在我们耳朵的上方1指的位置啊，从侧面的看一下，然后呢2个手指慢慢的从下往上走，就这样去走。咱们做的时候啊，可以把眼睛闭起来，慢慢的往上，你注意看，左右为1次。有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他做的速度啊比较的慢，包括他的力度啊比较的轻，这样不太好。我们的力度大概在4分力，速度的话可以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速度。从不同的角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慢慢的往上去滑。有很多朋友啊特别爱美，脸上容不得一点瑕疵，然后他说大伟，你做这个动作会不会以后脸上留下一个印子啊？我说你放心，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过2分钟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们讲开天门，开天门，天门推开一抹红，红的在哪里？就是这条线。我做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正常左右为1次，做上40次，慢慢的往上去做，然后你如果经常做的话，你会发现一条红线慢慢就上来了。咱们有很多朋友啊，之前给大家分享说，老师，我跟着你做，我红线上不来，为什么？我说你放心，今天上不来，明天上不来，你只要按照这个步骤做，你的速度包括你的力度啊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后天就会出来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我已经有感觉了，你们可以看到吗？这个位置啊，我们把灯光啊把它挡住，你会发现这个位置上来一条红线，这叫什么？我们把这个红线称之为叫做引子。什么叫引子呢？引是引力的引，万有引力的引，把这个地方引出来，才能把我们红色的水调动上来。所以开天门首先第1个步骤就叫做引，也叫做聚，只有把它引起来以后才能聚，聚完了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散开？2指变4指往外拉，慢慢的做啊，4指外拉，大家可以看一下，顺着我们的脑门去往外。在做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发现皮肤下面有很多咯噔咯噔的东西啊，做起来以后咯噔咯噔的，这些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些都是你的网上面打结了。我们的头上有一张看不见的经络网，这张网如果说长期堵着啊不通的话，它就会打结，一打结了以后，你在做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做的时候，慢慢的啊，不同的角度看一看，慢慢的把它打开，做多少下，去做上一个15下到20下，这叫做散。先开始把它聚着，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散开来。只要把它散开来以后，然后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只要把它散开来以后，有的朋友做完以后，头上就开始感觉了轻松，眼睛上面也会有感觉发亮，脸上有的朋友会感觉由内而外的发热啊，这种是什么？都说明着你把这个水开始逐渐的往上引了。这个开天门的动作，咱们建议大家每天你至少做上1次，一天也可以做上2次。但是每次之间你可以间隔4到5个小时，做完以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感觉都不一样。这个动作一定要学会，然后每天坚持去做，是一个非常棒的动作。在这里呢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如果感觉好的可以把它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咱们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冬吃苦，肾气补。在冬天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苦。但是今天呢，咱们不聊吃进去的东西，而是聊一下咱们的腿脚。其实呢，腿脚呢作为力量的根源，咱们往往认为啊，一个人的肾气越足，他的腿脚啊就应该越强壮。那么反之，如果你的腿脚感觉在冬天的时候使不上力，腿脚没有力气怎么办？那就必须要把我们的腿脚的力量给它提上来。当它的力量一上来，我们整个肾气也会随之而来往上提升。所以今天我们就让我们的腿脚吃点苦头。今天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牛的动作，叫做肾阳金刚蹲。这个蹲法呢，其实呢非常的少见，但是呢，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既安全，而且做完以后你的腿脚的反馈也是非常好，并且这个动作做起来还不是特别的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动作怎么去做。如果感觉好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我们来讲一下动作怎么去练。首先这个动作呢有2个姿势，一个是入门式，还有一个是进阶式，咱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先讲入门式，把腿分开啊，向两侧打开，脚尖朝外，你腿分得越开越好，把我们整个臀部往下压下来，让我们的大腿和地面几乎平行。刚开始你做的时候，手可以这么撑住啊，撑住了以后，来把我们的脚先提起来，提起来以后腰背一定要直，从侧面看一下啊，来，我们整个腰背一定要直，然后踮脚往下撞啊，这是刚开始的一个入门式。大家注意看好，刚开始做手可以放前，也可以放后，踮脚往下，2、3、4、5、6往下，7、8、9、10下为一组。做完以后站起来，把腿抖一抖，活动一下。这个呢比较简单。刚开始去做，我们对手上的姿势啊没有任何要求，你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腿上，也可以用手撑着墙，甚至把手放在后背都可以。要做的就是把腿不断的往下撞击，这是咱们的第一种方法。那么第二个姿势呢叫做进阶式，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双手举过头顶，往头顶上举。你看，先把腿分开啊，腿分开以后，整个人还是一样往下去沉落下来，把我们的双手举过头顶，握拳，来1、2、3。这个时候你的整个后背会受力的啊，来4、5、6、7，配合呼吸，8、9、10，好，做完以后收工，起来。那么整个动作呢叫金刚式。如果说你把我们的进阶动作完成，你的整个后背也会得到强化，腿部做完会有一种酸酸的、胀胀的感觉。这个动作就是让你的腿多吃一点苦，只要你能够坚持7天，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力量上来了，肾气越来越足。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在冬天的时候，也是考验咱们肩膀的时候，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一到冬天，只要手臂一活动，里面就会出现一些非常酸的感觉。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即便是裹着一层厚厚的披肩，依然能感觉到很多的冷气啊往里面去钻，这种感觉啊，可别说多遭罪了啊。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从古法延续至今一个非常牛的动作，叫做肩3点。这个3点啊，可以说是我从以前到现在，目前见过很多肩膀的动作当中，它是唯一一个非常牛的动作。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这个肩3点的动作，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的去学习一遍。好了，如果感觉好的朋友们呢，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那么咱们话不多说，直接来讲动作。首先呢，这个肩3点的动作做起来非常简单，咱们只需要把手，你看自然的抱住我们的肩膀就可以，像我这样自然的抱住，然后有3个地方，分别是小拇指，还有我们的食指，还有我们的大拇指啊，这3个地方为3点。每一个点呢，管辖区域不一样。打个比方来说，所有家人朋友们跟我把动作做起来，把我们的手放到这儿，小拇指的这条线对的是哪里呢？对的是我们肩膀上抬，它正好呢也处于我们三角肌的指点之上。你看，手往上一放，小拇指的这条线找到它以后，把手变成一个小鸡的嘴巴一样，像啄一样，我们啄进去，啄进这条线以后，我们开始转啊，去感受一下。我们围绕这里，你去找一根大大的筋啊，踩上去以后转，这个地方啊特别的粗，特别的硬。
转上去以后，我们保持10秒钟，稍微的发力，哎，感觉到特别的哎呦呦以后，我们就这样转上10秒钟。来，5、4、3、2、1，好，做完这个动作以后，你看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抬肩膀，你感受一下，是不是感觉松了20%到30%？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点。那么我们紧接着找后面一个点，你看手往这里一放，绕过来，来找到我们食指的位置。这个位置啊，你上下这么拨动一下，看好上下拨动，你会发现这里呢是有一个棱，这个棱啊就像屋檐一样，上面呢是硬硬的，你去摸，下面呢是凹进去的，软软的。好，我们的手呢像钩子一样，直接勾上去啊，勾住这个棱，你看一勾就勾住了。勾住了以后呢，我们稍微用点力，把手这么合起来，看好，用点力把手合起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手来做一个环抱的姿势，1、2、3，像拥抱一样或者抱个大树一样，4、5、6、7、8、9、10，我们抱上10下。10下以后，这个后面的地方就是管我们后面的。你做完以后，把2个手同时向后绕，你会发现，当2个点只要一松开来以后，哎，你会发现好像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点是在哪里？就是我们大拇指的位置。我们把手自然放上去，找到我们大拇指的位置啊！千万记住，手是张开来的。大拇指的位置找到，来画上一个椭圆形的圈。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从内向外拨。这么去拨，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教大家一个小技巧，把你的手背到后方，手可以这样背到后方，也可以把手掌放到这儿啊，你不用完全这么背过来，只要这样就可以了。手背过来以后，你再拨一拨，哇，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从上往下这条线非常长，大概有一个食指的这个距离这么长，从上往下拨，你在哪里感觉到特别难以忍耐，你就在哪个地方多拨一会儿啊，这个直接是能连着我们的整个手背都会有感觉。来，慢慢的拨开来，所有家人朋友们，这个动作我们也是拨上一个10下啊，来，5、6、7、8、9、10，好，就这么简单。3个点全部做完，然后我们把手随便怎么活动，你向前活动也行，向上活动也行，或者整个往后活动也行，你去从不同角度去活动，你会发现整个肩膀完全不一样。咱们这个动作啊，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基础版的介绍。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把时间延长，比如我们着的时候，我们10秒钟可以变成30秒钟，那个感觉更加不一样。拨的时候10下变成30、50下。后面的环抱的姿势也可以从10下变成30、50下，那感觉更不一样。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这就是肩3点。如果感觉好的话，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大家不要忘记了啊，关注先点上，否则以后可能找不到我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练功的人啊，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叫做百练不如一斗，百斗不如一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道家的一个非常牛的方法，叫做晃功。晃功这个动作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整个人啊要缓慢的晃起来。那么在晃的过程当中呢，不仅能带动我们身体大量的肌肉参与进来，同时能打开我们身上的经络。而且这个动作有一个非常牛的地方，就是我们晃完了以后啊，你的身体会微微的发热，直至出汗。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如果你说在冬季做什么动作很牛，那么这个晃功啊是当仁不让。那么接下来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晃功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感觉好的话，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我们现在开始讲解动作。那么首先呢，晃功的起始姿势啊非常简单，双脚啊比我们的肩膀微宽一些，从侧面看你看起来的感觉更好。我们收腹挺胸，微微的把腿啊稍微的弯曲一些，然后整个下盘啊稳定住，把我们的身体啊微微的向前靠。你刚开始做的时候能往前多少就往前多少啊，不要勉强。然后慢慢的我们小幅度的动起来，就这样去动。手呢可以在我们胸前做一个环抱的姿势，就仿佛抱上一个水桶一样。咱们慢慢的晃起来，人微微的向后靠，再往前，
那么顺时针咱们晃完以后，逆时针这么去晃。有很多朋友说啊，老师这个动作是不是太简单一些了？其实你做起来你就知道，咱们在往前往后的过程当中，你的所有的肌肉都会参与进来。你千万别感觉这个动作是一个静态的动作，你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双腿两侧，然后在晃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的大腿肌肉在不断的发力，而且呢，你也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在晃的时候，你也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腹部和我们的腰部也在不断的发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晃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那么在不平衡的状态当中呢，就会调动大量的肌肉参与进来，而这些肌肉呢，有可能就是你日常当中你怎么去调动它都调动不了的，但是在不平衡的状态当中，它就会慢慢的参与进来。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幅度是越来越大，大家可以看一下，慢慢的做啊，慢慢的把幅度开始增加。我们刚开始新手做的时候，前面一定要有一堵墙，或者你在后背啊，离大概2、3步的时候也要有一堵墙。万一往后一仰啊，你没有站稳，后面有一堵墙支撑，你就没有问题。所以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然后慢慢的晃。逐渐的，当你开始晃到位了以后，我们可以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慢慢的随着身体的扭动，慢慢的晃起来。这个动作做起来并不难，但是一定要静下心来做。晃着，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啊开始不断的发热，而且你的脚底的脚趾会感觉到越来越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你人在往前的时候，脚趾会一直抠着地，不断的往左右去晃动的时候，你脚趾也会参与进来，腿上的肌肉也会参与进来。所以很多人啊，晃上一个4到5分钟以后啊，发现身上肌肉怎么酸了，身上怎么发热了，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大量的肌肉参与进来以后啊，你身上自然而然就会发热。其实咱们这个动作呢，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帮助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把我们不常用的一些肌肉更好的调动起来。同时，这个动作呢，对于我们的膝盖也好，对于我们的这里也好啊，左边不动的也好，它都不会有太多的负担。日常当中饭后就可以晃，你吃完饭以后晃一晃，你会发现真的比你走路在小区里面走路20分钟、30分钟感觉还要好。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般建议大家顺时针去晃上一个2到3分钟，逆时针晃上一个2到3分钟啊，每天这么晃一晃，感觉就不一样。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如果感觉视频好的话，一定要帮老师的视频啊点个赞，同时呢把我们的关注给点上。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一弱，人就会弱。今天咱们这期视频啊，就是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脾胃。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过了45岁以后啊，自己的脾胃状态其实是非常的不堪的。那么有很多人自己也知道，但是往往呢，我们目光都局限于，比如说啊，吃东西不能吃，往上反的酸水，或者出来的黏黏糊糊的啊，出来的感觉成不了形，往往局限于此。但是你要知道，古人把脾胃称之为什么？叫做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我们往往呢看一个人他能不能很好，走的能不能很长，看什么？就是看他的脾胃状态。咱们可以去农村里面啊去看一下一些老爷子，这些老爷子啊，有的80的，有的90的，很多都是能跑能跳的。但是呢，你去观察的时候，不要看他的跑跳，你看他吃什么喝什么。你记住，但凡是能跑能跳的，必然是能吃能喝的。所以吃和喝是和我们脾胃息息相关的。我们的脾胃啊，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后勤系统，所有的东西进去以后，谁说了算？就是靠我们的脾胃说了算。哪怕你吃的是天才地宝，只要脾胃不开心，它给你转一圈就出来了。这说明什么？你的整体的吸收率达不到，那么这样时间一长，你的状态自然就往下滑。为什么脾胃叫做气血生化之源？为什么大多数的小孩子、脾宝宝都是不开心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脾胃一个看小，一个看老。小孩子要靠着脾胃让他茁壮成长，而老人需要靠着脾胃怎么样让他的气血变得更足，让他能量变得更丰盛。所以脾胃在这里啊，很多人看得太浅了。那么咱们如果脾胃不好，怎么去看呢？一般来说，我们看3点。第一个看鼻头，鼻头这里呢，一般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出现青色、黄色或者黑色，那么一定要注意。第二个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伸到我们的舌头上面，轻轻的摸一下。如果说你一摸起来，发现舌苔上面特别的滑，特别的腻，这个时候也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看下面出来的，如果是黏黏糊糊的，总是成不了形，像水一样的或者喷涌而出，这个一定要注意。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样，就是把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如果你摸起来以后，发现这个里面总是感觉到冰冰的啊，没有一点温度，同时里面总是一抽一抽的，你的脾胃一定要加强。脾胃只要一上来了，你会发现整体的状态全部都会往上走。那么脾胃怎么变强呢？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南怀瑾老师曾经分享过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很多人听完以后非常的开心，太受用了。这个方法人人家里面都有，人人都可以去做。我们准备花椒6到7颗。桂圆肉1颗，艾绒1小撮，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当中，把它研磨碎了，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把这个小丸子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睡醒以后咱就把它直接撕掉扔掉就行，就这么一个小方法。你千万别小看啊，肚脐这里啊，在小的时候我们一个带子从这里穿下来，好的都从里面进去了，那么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后门啊。你把这个肚脐贴往这里一放，它依然能够顺着里面往里面去找，把我们的脾胃强壮起来。为什么呢？里面有3样，一种是艾绒，艾绒是至阳之草啊，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纯阳的。这种艾绒在里面就相当于凭空生出一把小火焰，把里面不好的、冷的、潮的全部赶走，给脾胃一个更好的环境。那么花椒是什么呢？特别能窜啊，窜走能力特别强，在里面能转来转去，把这些好的东西送到各个地方。再加上桂圆肉，桂圆肉的味道脾胃是非常喜欢的，不仅能把它变强，而且对于我们红色的水啊、气血生化来说啊，非常的棒。所以这3样宝贝放在里面，只要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放，睡醒扔掉就行了。这个方法或许很多朋友听完以后非常心动，但是自己呢没有时间，动手能力又不强，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可以选择我们师门当中已经做好的成品，这个方法已经帮助了很多人。那么接下来大伟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里面拿着的这盒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了脾胃，而且这盒肚脐贴在冬天去用的时候，感觉更加不一样。我们从里面先拿出一颗小丸子，这颗小丸子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一层油脂，封得好好的。为什么咱们上面要用油？因为这个油可以把这个味道给封住。一般人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小丸子塞进肚脐当中也好，塞到脚底也好，都是以味儿取胜。我们打开盖子以后，判断肚脐贴好不好，首先也是闻一下。如果你一闻起来这个味道啊非常的浓郁，那么它里面的材料肯定非常真，因为味道是骗不了人的。所以这个肚脐贴从你到手轻轻一闻，哎呀，你会发现里面的所有的像我们讲的艾绒、桂圆、花椒都在里面。那么除此以外呢，这个肚脐贴它还配备了一个小小的封贴，我们自己用的时候把它撕开，加上小丸子，直接贴在我们肚脐当中就可以了，非常的省事，非常的方便。咱们有很多人啊，用完肚脐贴以后啊，说老师你介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棒了，我用了5、6天，用了7、8天以后，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你说的这样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其实我在分享肚脐贴的时候啊，我自己之前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段时间呢自己这里状态不好，出来的都是黏黏糊糊的，上面还感觉苦苦的。我把这个肚脐贴啊每天贴在肚脐当中，脚底的2个涌泉我都贴上了。贴上了以后呢，过了3天左右啊，就感觉里面升起了一把小火苗，这一圈感觉到热热乎乎的，2个脚底当中也感觉到热热乎乎的，就感觉好多的一些冷的潮的全部被赶走了。那么用完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逐渐的变强壮起来，而且身上变得更加有劲，这个都是平常不曾拥有的。你如果说没有用过肚脐贴，你一定要去试一下咱们师门当中的肚脐贴，所有的材料都是甄选的，包括艾绒、包括桂圆、包括花椒，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每一道工艺都是非常认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只要方法选对了，你会发现其实用起来啊非常的简单，用完以后感觉也会非常的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所有的家人朋友们，我把这个肚脐贴呢放在我下方的橱窗当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去下方的橱窗当中获取。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在冬天的时候，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就喜欢晒太阳，特别是午间休息的时候，这暖暖的阳光洒在背面上面，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那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并不是冬天的太阳，而是什么呢？而是另一个身体里面的太阳，咱们把它称之为叫阳气。
那么我们都要知道啊，在冬天阳气喜欢内藏，它藏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外面的冷的、邪的就会趁虚而入。所以呢，当一旦到冬天，你自身的阳又不是很足的时候，很多人啊就会经常被小麻烦所困扰，而且呢，手和脚常年冰凉啊是常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通过一些运动，通过一些动作，把我们的阳气激发出来，运向我们的四肢，同时还要把一个地方护得好好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做膏肓。所以今天这个动作，咱们就围绕着咱们整个后背来讲。咱们这个动作名字也叫做转膏肓，大家可以把这个动作学会，在冬天的时候多做一做，特别的棒。好了，如果感觉这个动作好的话，大家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咱们现在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讲解动作。转膏肓这个动作啊，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先用我们的掌根放到我们的腋下，然后往前去推移。为什么先要这么去做呢？我们一定要把腋下的这些地方有很多的一些小疙瘩，把它扫平，慢慢的去做。一般正常我们做20下。好，当慢慢的我们把这些小疙瘩扫平了以后，开始把手固定住，固定住以后开始往后转肩。大家从后背看一下啊，我们肩膀往后面绕，绕着把我们的脊柱给夹紧啊，2个肩胛骨向内夹紧，再绕下来，2、3，这个是大转啊，你来从后面看能看得非常清楚，前面小转，后面大转。转上一个10下到20下，你看慢慢的往后夹，整个过程的发力是非常有讲究的。先耸肩，夹我们的肩胛骨，再往下移动，然后手呢顺势往前，2、3、4、5、6、7，就把这个地方给它夹开。我们的后背非常重要，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养生先养背。背后面有一条主线叫做督脉，两侧分别是膀胱经，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会把我们的这些经络通通都打开，而且在做的时候，你的身上会发热，热了就对了，代表着你的阳气开始慢慢的向外扩散。而且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千万别坐着做，我们站起来，把我们的腹部收紧，像我一样去做啊。我们往前小转20下，往后40下到50下，你坚持去做。做到身上微微的发热，有一些出汗，咱们这个动作就到此为止。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让身上做得太热，太热的话也不好，你的阳啊出来的太快，对于自己的状态也不好。所以一般我们综合来讲的话，50下左右就差不多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